第三季度经济增长 4.9%， 疫情之中中国经济开始逆袭，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中国 GDP 或达美国 73%， 这又意味着什么？据南华早报报道，中国在今年第三季度经济比上年同期增长 4.9%， 这也宣告中国经济的逆袭开始。我们知道，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，目前全球经济基本上处于下降的趋势，而中国在最先受到疫情冲击后，正逐步恢复过来，其第三季度的增长就是个好消息。如此看来，今年全球中国经济将不会受到重大冲击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等西方国家依旧受到疫情波及，经济难以缓和。同时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，中国在今年全年的 GDP 总量或达美国的 73%， 而这一数据将刷新上世纪由日本创下的纪录。中国也将成为近100年来 GDP 总量最接近美国的国家。可别小看这 73%， 我们在那几组数据来就知道其意义所在。我们知道，在上世纪，苏联一直是能与美国扳手腕的存在，在军工业与重工业上能与美国平分秋色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苏联的经济与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由于苏联当时并没有采取 GDP 计算方法，因此是没有 GDP 数据。不过经过后续研究的估算，苏联经济的巅峰是在1975年，当时他们的 GDP 总量达到了美国的 40.6%， 实际上还不到一半。历史上被认为经济上最接近美国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，当时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时期，经济增长惊人，也被我们后来称为日本的泡沫时期。而日本经济的巅峰自然是在经济泡沫时代的末期。日本在1995年时候的 GDP 最接近美国，占到美国总量的 71%， 但随后日本经济的泡沫被戳破。近年来，我国追赶美国经济的势头很猛，作为今年的全球第2大经济体，中国也被美国视为最大的对手。2019年，我国创下了 14.34万亿美元的 GDP 总量，而同期美国则达到 21.37万亿美元。因此，我国在去年所占的 GDP 总量达到美国的 67%。在今年之前，所有人都在预测中国在2020年其 GDP 总量与美国对比，能不能挑战1995年日本创下的纪录。如今看来，打破这个纪录并不困难，毕竟中国现在经济仍旧呈现增长势头，而由于应对疫情不利，美国经济却仍然处于下滑姿态。目前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，而且我们也有信心巩固战果。中国不是苏联，不会贸然跟进重工业而忽视市场，同时中国也不是日本，不会被美国政策轻易破坏经济独立性。因此中国经济每一步增长都容易站稳脚跟。按照这个趋势下去，中美之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。此前有经济学家预测，中国将在2035年实现 GDP 总量超过美国，成为全球第一。